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现在要做一支 AI 影片，你的流程通常会是什么？很多人都是这样 ，ChatGPT 想脚本 ，Midjourney 生图 ，Runway 做影片，再去 Eleven Labs 做配音，最后丢进剪辑软体，整个流程至少要用到5、6个工具。而且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角色很容易换脸，第一张图长这样，第二张图长那样，第3个镜头角色直接变成另一个人。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想测试一个最近很多创作者在讨论的 AI 工具，它叫做 Giant AI。它主打的事情只有一件，把整个 AI 影片制作流程全部放在同一个平台，从 prompt 到生图到生成动画到角色说话，全部一站式完成。今天我不只会开箱，我会直接做一个完整流程，从角色设计、动画、会说话的影片全部做一遍，最后我也会讲清楚这个工具到底适合谁，以及哪些人其实不需要用。什么是 Giant AI？ 先简单讲一下 Giant 的定位。现在 AI 创作工具其实分成2种，第一种是单点工具，例如只做生图、只做影片、只做配音。第二种是整合型平台， Giant 就是属于这一类，它把整个流程整合在一起， Prompt、Text to Image、Image to Video、Lip Sync、Video Editor 全部在同一个地方完成，所以你不需要在5、6个工具之间一直跳来跳去。这个其实对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做 AI 影片最花时间的不是生成，而是流程切换。今天我们就来实际跑一次。2、AI 图像生成实测。现在我先做第一件事情，生成角色。我先输入一个 prompt， 一个未来科技感的 AI 主播，银色头发，霓虹灯背景，电影感光线，然后按生成，画面展示生成过程。你会看到 Giant 直接生成一组角色图片。我自己觉得它的图像风格其实有一点偏向电影感与写实风格。如果你是做 AI 主播、AI 故事、AI 广告，其实会蛮适合。但如果你是做极度艺术风格，例如 Midjourney 那种超艺术视觉，它目前的风格就会比较偏商业实用性，这一点我觉得要老实讲。但好处是什么？稳定，它生成角色脸部一致度很高，这在 AI 影片里面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角色直接变成动画。3、Image to Video。 接下来我们做第2件事情，把图片变成影片。我直接点 Image to Video， 然后输入动作，例如角色看向镜头，轻微点头，背景霓虹灯闪烁，按生成，过几秒钟 AI 就会生成一段动画，你会看到角色开始动起来。这个地方我觉得 Giant 做的不错的是角色稳定性。很多 AI 影片工具一动起来脸就会变形，但这个模型脸部其实维持得蛮好的。当然如果你要做超大动作，例如跑步、打架，目前 AI 影片模型其实都还在进步中，但如果是主持、对话、故事这类型就非常适合。4、AI Lip Sync。 接下来我们做第3件事情，让角色开口说话。我先准备一段语音，例如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AI channel. I just love talking about movies, TV shows, really anything that's in the arts. So use my voice for those kind of projects. 然后把这段音讯丢进 Lip Sync， 按生成。几秒钟后 AI 就会生成一段角色说话的影片。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AI channel. 这个地方我觉得 Giant 有一个蛮有趣的功能，它可以支援最多4个角色同时口型同步，也就是说你可以做 podcast 访谈、对话剧情，例如2个角色聊天、3个角色讨论，甚至4个人同时说话。这其实是很多 AI 工具目前做不到的。我见过非常多优秀的企业家，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屁股。5、角色一致性。接下来我要测试，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角色一致性。我用同一个角色生成3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未来城市，第2个场景 podcast 访谈室，然后把这些图片全部做成影片。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角色基本上是同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关键，因为很多 AI 影片工具做3个镜头，角色就变3个人。如果你是做故事型内容，角色一致性
其实就是影片品质的核心，6优点与限制。讲到这里，我想讲一些比较真实的评价。Giant 的优点其实很明显，第一个流程整合，你不需要用5、6个工具；第二个角色一致性，这对 AI 影片非常重要；第三个 Lip Sync 功能，多人同步，这个真的蛮少见，但它也不是完美的。例如，如果你追求极致画面品质，目前有些专门影片模型可能会更强，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快速做出完整影片，它的效率其实非常高。7适合谁？所以最后我会说 Giant AI 最适合3种人。第一种 AI 创作者，如果你在做 AI 故事、AI 动画、AI 短片，这种它会非常方便。第二种内容创作者，例如 YouTube、TikTok、Reels， 需要大量影片内容。第三种品牌行销，因为 AI 角色其实可以变成品牌虚拟角色，这是未来很多品牌会做的事情。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会用 AI 做什么影片？ AI 主播频道、AI 故事动画、C 品牌 AI 角色，留言打 A、B 或 C。 其实蛮好奇大家会怎么用 AI。 如果你想试试看 Giant AI， 我会把官方网站放在影片资讯栏第1行，你可以自己玩玩看。有些人会把 AI 当成工具，但我觉得 AI 更像是一个新的创作媒介，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影片其实是 AI 参与制作的。如果你对这类 AI 工具有兴趣，记得订阅频道。这里是炫创意，我是林翰，我们下支影片见。